这人干什么的？是个做视频的博主，你看他号就知道。我想知道这个人都干过什么，跟什么人见面见得多。你这也太笼统了。行吧，我先查查哥们儿的基本情况啊。还有别的吗？还有。这是你媳妇儿吧？我想知道他最近都跟谁在见面，或者有没有什么亲密状态。懂，搜集出轨证据。哎，按老规矩啊，委托书。曾杰找到你们所，他应该是通过别人找到我们的，还戴着个眼镜口罩来见我。他哪知道啊？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是谁。去年，你不是还委托过我吗？所以啊，我提前先跟你说一声。这个白小良都残疾了，这要出轨也太费劲了。再说了，他也不是出轨的人。这案子你先接下来，要是查到什么呢，先别跟曾杰说，先告诉我。哦，对了，还有他要查的那个叫杨正辉的那个人，查到什么，你也告诉我一声。必须的。我当年可太傻了，我为什么非要以死相逼跑去跳楼呢？给自己搞成一个残疾。你说那个混蛋男人他是不是特别高兴？因为他好不容易可以把我这麻烦给甩了，我就应该活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我就时不时的在他面前出现，往事无法再提呀。女人都在乎感情，我非常理解。你理解个屁！我在跟你说林芳呢。你看，林芳，她看着老实巴交的，可是老实人她都轴啊。她跟了曾杰，而且他俩还办了酒。你说林芳，她怎么能够轻易的愿意被曾杰给甩了呢？像她这样的人，她一旦认定了谁，她哪怕是死，她都要埋在人家的祖坟里面。曾杰，他从村里好不容易走到了大城市，眼看着就要成为人上人，他怎么就愿意被林芳给拖了后腿呢？摆脱不了林芳，曾杰就有了杀林芳的动机。那也是林芳自找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眼睛要是一旦瞎了，她真的有可能命都能搭进去。你觉得曾杰像是会杀人的？我又不认识他。你上次跟我提到他以后，我才查到了一点。林珊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假装跟他随意聊天，套了点话。我觉得他的反应不对。郑杰，他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现在好像是啥子大师。想当年他见到我不规规矩矩喊声哥，现在估计连认都不认到我了。哎，你妹当初是怎么跟他在一起的？妹儿哦，哪个晓得咋个搞到一起的嘛？哎，但有啥子算啥子啊，我妹儿眼光还是真不错，当时就说那个曾杰肯定有出息。可是我妹儿哦就没得这个命了，没享几天福。他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命噻！哎呦，不提他了，一说他我就来气。他好歹是你妹夫，你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能不生气吗？我妹18岁就跟他了，他倒是好，现在风生水起了。我妹儿呢，事故都下了，我能不气吗？他说他生气，但是我看着他，又感觉他不像真的有气。会不会是林芳和林珊两兄妹的关系也不太好？他们爹妈走得早，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兄妹俩，相依为命长大的。那你说林珊反应不对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是个假设啊。如果说林芳的死真的跟曾杰有关，那林珊她多半不会不知道，那她怎么可能就会善罢甘休，让这个事就过去了？对，林芳的后事是林珊操办的，死亡证明和注销户口也是林珊去弄的。你觉得
灵山帮曾杰隐藏了。我出事以后，灵山对我是真的很好，但是他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平时就是游手好闲，连个工作都没有。我在医院这几年，花了至少得有10几20万。你说这么多钱，他上哪儿来的？他唯一可能认识有钱的人，只有曾杰。按照你的逻辑，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而灵山知道真相。这些年，曾杰一直给灵山送钱，是因为灵山帮曾杰隐藏秘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场交易。你要是想办法，可以看到他们的转账的话，估计能有发现。不会的，曾杰这个人很谨慎，他一定不会转账留下痕迹，多半会用现金。对，我想起来了，之前医院催款的时候，他给的就是现金。要是这样的话，逻辑就都通了。可是怎么找证据呢？林芳那么多年前就已经走了，而且也不知道曾杰怎么下的手。那不是很容易吗？林芳她本来就有先天的心脏病，她身边随时都带着药。那如果说曾杰他故意引诱她犯病，在关键的时刻也不抢救她，也不给她药，那她不就病发身亡了？不过死了也挺好的，总比我这么躺在床上慢慢等死的好。哎，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大灰灰，你叫我做视频好不好？我真的很喜欢推理的，我会继续想办法从灵山那边找到线索。你相信我，我真的行。我是太相信你了，你今天这一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灵山对你这么好，要是真相跟你推断的是一样的，那灵山可是犯罪了呀，你忍心这么对他？要是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灵山就会不断的管曾杰要钱。你说如果1年几万块钱，那还行。我怕的是，他真的想把我治好。灵山出去打听过，把我送到北京、上海去，我真的有可能能治好。但是手术费要上百万，这么多钱，他要是真的把曾杰给惹急了，曾杰都可以把林芳给杀了，为什么不能把灵山给杀了？不过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过他妹的事情。自从你上次跟我说完以后，我就开始担心。我宁愿我这辈子我都好不了，我宁愿灵山去坐几年牢，我也不希望他不明不白的被人给搞死了。Tracy， 你的脑子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不过说到底，这兄妹俩也真是够苦的，一个为了变心的男人，一个为了残疾的女人，这活得真不像个人样。哦，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要问你。什么？逻辑上说得通，但是没证据。我知道没证据，所以我就当是跟你聊了。所以说，按照你的逻辑推断的话，曾杰可以杀了林芳，也就可以杀了刘备。咱们俩之前聊过，曾杰勾搭这些女生的共性，家庭条件不好，大多都是外地的，再加上林芳的情况，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备好了后手，不一定要杀人啊。但是万一有能影响到他的人，他动起手来会省事儿多。哎，你说这家伙就这么心甘情愿？应该不是单纯的好色，他像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又或者是弥补某种缺陷。哎，曾杰是不是有什么创伤的经历，咱们没查到啊？你呀，思维太跳脱了。说说看，还打算到了啥？这不是还没有吗？曾杰把所有有可能留下来的痕迹全都烧了。所以按照你的推论来说，如果刘威遇害了，曾杰工作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如果不是第一现场，干嘛要全烧了呀？也是，一场大火，凶器、现场都解决了。我真是好后悔啊！当初小薇跟我分手，我就应该挽留一下她，那起码能救她一命。这怪不着你，
其实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到现在还在为他的事儿操心着、调查着，够爷们儿。但是张小红，我是真没想到，你问他在乎不在乎林珊，他的回答真是够大气。哎，最后你问他什么了？我把白小玲的情况，还有她和曾杰的关系全都告诉了他。我想知道，作为和白小玲有着类似经历，也同样残疾了的他，会怎么处理和曾杰的关系？你这么信任他？就我当是听听他的想法呗。他怎么说？他说他还没想好，等他想好了再告诉我。Within the dim light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and dark blue. In this world, you'll never see through. Cut out that annoyance. I'm in my enjoyment.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right now.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 now we'll hypnotize the sour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tincts, don't fall behind. The story now's been told. Question the words, my soul. Don't you feel it's running from the throat? So hypnotized before we pull the face. 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2天，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我绝不再打扰你。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we pull the face. Highl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如果不开心呢，就不要再撑下去，早点离，早点重新生活。我不甘心。有什么不甘心的？人生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当初是我选的他，也是我不听你们的，非要跟他结婚。我自己的破事，我想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能占到什么便宜？他跟你结婚，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而你该失去的也都失去了。我要让他把你们的钱都吐出来。小玲，别再陷进去了。当初你结婚你不听你爸的，现在要离婚你还是不听你爸的。我有我的安排。你有什么安排？告诉爸。我不会让人白白占咱们家的便宜，还把我们当傻子的。谢谢。谢谢。凯莉来到了私家侦探海尔事务所，聘请海尔侦探调查自己丈夫杰克逊出轨的情况。很快，海尔拍到。下午突然取消了个会，我也没收到你的信息，想着你应该在家呢吧？没做你的饭。没事儿，下午吃了点，现在也不饿。今天没去咖啡厅啊？下午去看我爸了。哦，对，正想跟你说呢。最近总算是到手了一笔钱，很快就可以给到你父母。很快是多快？半个月吧。多少？大概有个100-200。杯水车薪，聊胜于无。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从长远来看，行，公司能让他们安心一点也好。反正我也没有太多奢望。
小梁，我知道你对我的意见其实挺大的，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总之，再过个2年，你们就都清楚。清楚，你就是想再拖2年。咱们还能不能好好聊天啊？我答应你再拖2年，就是好好聊天了。自从你坐上这个轮椅，情绪比前2年差了不少。说实话，我可以理解。你怎么理解？你是个正常人，最多也就是嘴上理解一下。我除了情绪变差了，跟着变差的还有我的身体。我每咽一口都是收嘴，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双腿彻底萎缩，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彻底完蛋。要吗？我陪你散散步呢。我每天都在散步，不是，我没有腿，我是坐着轮椅散。你知道我有多喜欢旅行，现在旅行都变成奢望。你想旅行了？刚结婚的时候，你说过找个时间带我去山里玩，看你怎么找你，挖你。现在呢？还想吗？曾杰，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能爬山吗？我可以推你啊，我们不用去太野外的山，去一些你能去到的地方，没准这样情绪就会好一些呢。你哪有时间啊？我来调一下下周的课吧，调出几天来，问题不大。小玲，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呀。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修复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明白。而且结婚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忙，的确没能好好陪你旅个游。前几年也是你的闺蜜一直陪着你，到处去玩一玩，我都没能出现在你身边。好，你定行程吧。老爸，昨天怎么样？曾姐表现如何？我倒是觉得应该问你啊，你是希望她表现好呢，还是表现不好？那如果您觉得她表现好，那就皆大欢喜；你要是觉得她不好，那咱们父女俩就要有嫌隙了。哎呀，我说你啊，还没嫁出去，胳膊肘已经向外了。看来啊，你真的很喜欢曾姐。哎，我呢，故意约她到米其林餐厅吃饭的全程，包括了点餐还有品尝，她都表现出没有胆怯的感觉，而且中途还悄悄跑去买单了。估计这顿饭得花她1个多月的薪水，但我发觉她竟然眨都没眨一下眼。那证明她认真对待你，她提前查资料，了解餐厅，就是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这点我当然知道啊，但你别忘了，他可是个普通老师哦。他不是在乎钱的人，他是艺术家。如果真的是艺术家，他就不会跑去结这个账。我是觉得他是有点想讨好我，而且还装得对我不卑不亢。这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没有啊，很好啊，很有心呐。但是他进地铁之前呢，我看到了他一个行为。你心情好，给点钱吧。当然了，我也不是每次看到乞丐都会同情心泛滥的人，但是我起码不会视而不见。共情
是人天生就有的本能。但是曾杰的做法看得出，他是个共情力较低的人，甚至比较冷漠。我也知道我这么说你不爱听，但是我觉得曾杰他本性并不善良。你要说别的吧，我可能会信，偏偏这一点你肯定错了。我跟曾杰认识，就是因为他的善良。是你告诉过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不是2个美女和一辆豪车，而是2个老头和一辆破车呢？老爸，你就有点杠精了。你女儿我长得好看是事实，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实，那把所有喜欢我的人都当成好色之徒了。我不是想跟你抬杠，我是得看清楚你喜欢的这个曾杰是个什么为人。那就算他是装的，我也认了。他这种男人呐，是双刃剑。如果他是一心一意对你好，那倒是好事；但如果他是有所图谋，那你以后搭上的就是你的生活了。不会。张毅，惊喜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先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你调查我？我闲的，我调查你，是有别人调查你。正好我之前也委托过他来送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你的照片，就想着过来跟你说一声。谁在调查我？您猜呢？曾杰。我呢就擅自做主，把这些给你老公看了，证明你没跟任何人见过，就你一人。谢谢。我得谢谢你，没怪我擅自做主。去年的事情，我也该谢谢你。哎，就别什么谢不谢的了。我呢就弄不明白，你老公调查你干嘛呀？还有，这男的是谁呀？他是我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我知道是朋友，你肯定不能是你情人。你根本不是出轨的人。谢谢你相信我。我肯定是相信你，关键你老公不相信你啊。他委托调查的是2个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他，杨正辉。曾杰找律师调查杨正辉，所以说我特意来告诉你一声。你最近每天都在这儿？好吧，味道很一般啊。喜欢这儿环境是吧？我喜欢这儿的阳光。小玲，多说一句啊，现在你老公都反过来调查你了，你干嘛还不离婚啊？离吧行吗？我帮你行吗？不是你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谢谢你，张野。但是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还拖？我不是拖，我是想让自己想清楚。想清楚？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啊？呀，你之前把我删了，要不再加一下吧？我找你。那个你媳妇儿啊，怎么看都是一个人，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那天你去，我还小激动了一下，我以为要爆料了，没想到是你。哎，不过你放心，我助理会一直跟进，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另一个人呢？杨正辉，30岁，湖南人，在草荣上的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以后到了一家房产中介，干了不到1年呢，又跳到了广告公司。1年半之后辞职，跟几个哥们儿跑到西藏去，拍什么纪录片，没拍出什么名堂来。还搞过公众号，兼过几个职。3年前啊，他搞了个自媒体，拍视频，专门拍什么那个案件分析的，叫。真相背后的逻辑。哎，对，有10几万粉丝呢。那视频拍得好的时候也能挣点钱。不过啊，他也做到代驾，开滴滴补贴一下。最近的短视频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基本情况。不过至于你到底查他要干什么，再干什么，没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有进展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辛苦了，曾老师。你天天戴着口罩跟墨镜干什么？你不闷得慌吗？干啥？好，走了。嘿嘿。怎么了？长播2天喽，那个大灰灰还没有来找我噻。那怎么着？你还希望他接着找你啊？不是，我是想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在背后搞你噻？他是想找你的话，会再出现的。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很着急，我晓得他要做啥子。那你就更不能着急了呀。没事儿，他要真来了，你该怎么说怎么说。要是不来的话，你也就甭管了。就这样。大灰灰哟，你倒是来找我噻！其实打磨是制作陶艺中最迷人的阶段之一。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凸起的、不平整的瑕疵和不美观的褶皱，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一磨平。变得越来越趋于完美，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我也经常去角质、去死皮的。如果打磨人生可以像去角质、死皮那么简单就好了。对了，曾大师连宗眼都没有办法忍受，怎么能不仔仔细细的打磨自己的人生呢？不知道你再这么磨下去，会不会连我也磨没了？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你在乎我，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我不想跟你结婚，也不想跟你天长地久。可人都这样，不付出代价就不知道疼。像我爸跟我妈那样，离婚这么多年，还是只知道在乎自己。你们相处的怎么样？相处？我知道他在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演，他知道我在演，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在演，我们两个就这样各自的演着，也都知道各自在演着。我经常会想，这样的婚姻，到底是因为我们特殊，还是婚姻的大多数？我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想知道。但你的婚姻都已经水深火热了，你没想过解脱吗？这段婚姻的确没有让我那么快乐，但也不至于痛苦。现在也不是结束的最好时机，而且他还没有成为我的阻碍，否则我不会置之不顾的。曾大师，你就好好打磨吧，我陪朋友玩去了，今天先不陪你了，拜拜。
了不让你回去了。这么多钱哪儿来的？我在华廊打工，一张150，我花了2000张。你10岁的时候，我跟村后头的人一起进城打工。有个同乡的表就是工长，带到我们去做装修赚钱，一干就是10几年，要不然供你读书都供不起。坐到。那个时候跟人家家里装修，工长教我们要学会看老板好不好。要是到工地上来给我们拿点饮料啥子的，还主动给我打招呼，说句你们辛苦了，这是好人。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对我们吆五喝六的，动不动还怪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这就是坏人嘛。要碰上好人来，能轻松一些，活路干得差不多就行了。要是不满意要改，还能扯一下皮，多挣几天的工钱。要是碰到坏人来，你千万要好好干，干不好啊，装修队都给你换了，工钱给你扯皮不给你。做了这么些年啊，我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人善被人欺啊。幺儿嘞，老话说的真是有道理。我提起桶爬上爬下来，耍了10几年的枪，我就在想啊，为啥子城里人啊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只会给人家刷墙？想不通啊，想不通啊！工长说了，人要认命，我认了，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幺儿嘞，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有出息，上了大学，马上要读研究生了，要留在城里头，把你的命改了，改了命，我就是跟人家说10几年的枪，我知了。丽芳这个女娃娃呀，是个好媳妇，我也对她满意的很，勤俭持家，孝敬父母，任劳任怨，这么好个媳妇，可惜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呀。幺儿呢，要记到，从古到今，娶妻嫁人都是一辈子的事，你千万不要耽误别个呀。你有文化，比我懂得多，但是有一句话，老汉儿要跟你说说，就是要做啥子事情啊，不要瞻前顾后，直接干。别了呀，你啥子都不要想，你就是拼命的往前奔，哪个敢挡你，你就跟哪个比。我们怕哪个？我晓得了，老汉儿。那你晓不晓得，现在当做你的是哪个？哪个？是我。你看嘛，你要给我看病，要找钱，都担负在我的身上了。你是我老汉儿嘛？老汉儿啷个来？老汉儿也不行。你给我听好了，别给我医了，医好了有啥子用啊？医好了也是个残废，
除了还你的钱，还能做啥子？就是个累赘。要是孝顺的话，就给我找个安逸的办法，让我走。要不然，我就和北朝过。老汉儿，你听我说，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啊？钱不要给你妈，也不要给老家盖房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值类化的地方。这些事情你要好好考量。对你老师、领导要懂感恩啊，感谢他们让你读了研究生，有机会要去报答，以后留校当老师。留校还有那么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改命哪有那么容易？你就是当了老师，不光是工作，身份地位就变了。这条路是难，再难也要走。好，老汉儿，我都听你的，是病要先治，钱我会再想办法嘛。你听不懂话说，你在想啥子哦？东想西想的，你还能干成啥子事啊？你记得，连老汉的命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子哦？啥子也挡不住你。Within the darknes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不乱、不困、不畏、不厌都代表着什么？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my mouth.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on I will hypnotize the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ide. 儿童助教已经转为老师了， You ruin my sight. Don't mess with me. 我还拿了大奖。现在学校会重点培养我，我会成为草荣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很快就会成为教授的。爸，小芳已经不在了。 我认识了一个富商的女儿，她跟我一见钟情，我也喜欢她，我们会结婚，可惜您看不到。爸，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我承认我接近白小玲是别有居心，是想从她那儿了解到曾杰的情况。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他人真挺好的。你这是喜欢人家还是同情？也不是喜欢，当然也不是同情了。就我跟他比，他那个钱打断了腿都花不完，我有什么资格同情人家？哎，看来以后是没法相处了，肯定觉得我居心叵测。你本来就是啊。对，我咎由自取。你什么打算？明天继续找他去？我想把我对曾杰的推断和
和分析全都告诉他。你真行，要挑拨人夫妻关系。他俩早就貌合神离，用得着我来挑拨吗？哎，你不觉得白小玲待在贞洁身边很危险吗？啊，去年的火灾，除了消除小飞的痕迹，那如果白小玲真的在3楼的话，那他不就直接报销了，一举两得啊！再说车祸，这曾杰刚保养完车子，刹车就失灵了。真希望你有证据啊！你就是老不相信我。不是不信你，我是真的希望有证据。我说你现在一没证据，连一个合理的原告都没有，就是案子给我了，我怎么帮你？我总不能抓着曾杰跟他说，我怀疑你杀了刘威，杀了林芳，你还准备杀你老婆白小玲。别问我为什么，都是我推理出来的。我肯定能找得到。小飞。它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它要阶级跨越，它要通过阶级跨越。我们整个戏讲的都是阶级跨越。要做满意重修，还能扯一下皮，多挣几天的工钱，这就是好人。哎，不对，哎，也有学生说我是太过于热衷打磨，其实是他们无法理解打磨这个过程。哦，我也经常去找秩序所知的。什么时候再找我？要不你直接把我给删了，要不再加一加，我扫你。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吃这些啊？我每咽一口都是受罪，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双腿彻底萎缩，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彻底彻底完蛋。那你也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的风格了，骂别人加塞，骂别人不让我们加塞。加塞怎么样？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家店，评价真不错。不是，有家店，不好意思，再来一下。你个小嘴废话了，拿着钱，赶紧走。哦，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噻。3、2、1，开始。虽然说我目前的粉丝不是很多，但你不能怀疑我的专业能力，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呢？1，开始。我出事儿后，林山对我确实。你这个人，再一次。令我真不说干啥呢？